Hello，大家好，我是卡尔，大家好久不见。这1-2年在模拟飞行的市场上，家用的模拟飞行硬体越来越蓬勃。那包含是 Mini FCU、Thrustmaster 开始做一些一般民众比较负担得起的硬体设备，那也不再局限在摇杆或者是 throttle 之类的。慢慢的，例如说有 FCU、EFIS， 还有最近蛮夯的 MCDU， 或者是 Flap、Spoiler 等等，甚至最近 Win 也出了一些空巴的面板。那技术越来越成熟了那大家可能都负担得起，这样子就可以创造自己在家用的模拟飞行的设备，实现真正的 Home Cockpit 的概念。这一切的开始可能就是由 Mini FCU 和那个 Thrustmaster 开始做比较有点拟真化的概念开始。那蛮多的国内外的小厂商或大厂商开始做控制的周边。那以往如果你要建构这种 Home Cockpit 的环境，那你可能要花蛮多的资金，因为大概可能只有国外的少数厂商会在做。以前我们在天母 GTA 嘛，那套设备可能就要100-200万，或者是如果你单买几个模组的话，那其实也要几万块的预算，你才有办法去买到一些周边的设备。那加上它的设定会比较复杂，它并不像目前我们看到这些周边，可能就是随插即用，有软体可以帮你符合设定。像 GTA 那个 Team GTA 我们以前机器，你安装好了，你不一定可以马上使用，你还要经过一些软体的调教，你才有办法让它正常的运作大家都抢着在做左边设备，想要抢这个模拟飞行的市场。那这边有一块是以前我在 Team GTA 的备用的面板，那我自己把它保留下来大家可以看它的样子并不适合去做家用的使用。那你看这个接头嘛 ，USB， 那这是背光的，然后这个是 Power Supply。那另外它并不是接了 USB 就可以马上用，它还要另外去做软体设定。那加上它是长这个样子，所以说你必须再做一个有点像盒子的东西放上去，你并没办法这样直接放上去，你这样直接放上去，你的线就会被打到嘛那它一个面板就要有3个接头，那它其实是一整组 case 有一个中央的控制器，那你必须要把这些线把它接到各个模组上加上这块不便宜，这块就是要大概300块美金，大概是台币8000-9000，这种东西并不太适合去做家用使用那这边还有一块，这个也是换下来的，那这个是坏掉的，光 spoiler 就长这样子。对你看这种东西在家里没办法用嘛它一样有接头，一样有背光接头，它就长这样子。这么大一个，你家里市场根本不可能用这一种嘛，比如说你还在做一个盒子嘛，就跟刚才一样。这好像坏掉了，这是坏掉了，所以换下来了，那我就把它留下来当做个纪念这样子。对其实蛮大的那这个就是大概真实320价仓的长得就这么大。好，那我自己呢也开始慢慢更新一些设备，那毕竟我的不管是摇杆或者是一些其他周边都开始有一些老化的迹象。那这次要开箱的就是我们 Win 的 USA Minor Airline Joystick， 它就是一个很仿真在空巴的摇杆。那这支摇杆算是在空巴模拟飞行市场最近有点小有名气的摇杆。那基本上开箱影片已经很多了，那我这边就不太花时间去做开箱的影片比较会注重的是我个人的手感，或是我等一下飞起来有什么特别感觉。那这次感谢阿成的有心提到的团购，可以让我拿到这些摇杆。按钮还蛮多的左边有1、2、3、4、5、6、7，右边也有7个，这是刷头。如果你没有另外再有刷头的控制器的话，你就可以再用这个，用它内建的。那当然是上下左右。我目前的感受是还不错的那因为我还没有调教，所以它回弹会比较快一点点。背面就长这样子，这个就是可以打开。有点新的，这边有弹簧就长这样子。那等一下应该我来调一下它到底能不能去做我们回弹力度的调整，等一下再试一下。好，那后面左边就是我目前在用摇杆，就是很简单的 Thrustmaster 的 T160M 的 FCS。
它其实还不错用啊，所以说我其实还蛮喜欢用它的。那基本上用到现在可能5、6年的，它的电阻都还蛮稳定的。以前比较经典的摇杆，可能用久了就会它的电阻会开始跳，不会，它这个摇杆其实还蛮稳定的，还蛮稳定哈。那可以看到它是弹簧嘛，所以说我放开就会弹过去。这个它最大的卖点就是这样子，有点像模拟真实空巴的 damper 的概念哈。哦，大家看一下说明书，那它有几个东西可以去调整的。第一个，这边有一个锁点，刚才这边有个螺丝孔，那你可以用刚才那个螺丝可以把它锁进去。那如果本身你有另外的 Tailor 的话，你就可以用这个螺丝把它锁上去，这样就不会去用到这个力轴。你可能在操控的时候也不太会去转到这个力轴哈。那再来，你可以把翻过来哈，就刚底部这个盖子打开，看到这边有3个钮，1、2、3 A、B、C。那说明书上是提到这2个是调 Y 轴的回弹力度，那这个是调 S 轴的回弹力度，这是 S 轴，这是 Y 轴嘛，好，那我们先试试看这个 S 轴，用这个比较大的它所附的6角扳手，用比较大的这个去转。我先把它转到最紧好了，我想看一下它最紧可以到什么程度哈，给它顺时钟转，不要转太紧，不然怕你会崩牙。好，先转到超过最紧的方向，我们看一下 S 轴有没有它的表现怎么样。好，看有没有差嘛？慢慢回来。它力道是有稍微重一点点哈。那如果我把它逆时钟转到最松的话，我看一下。好，现在已经很松了哈。我们看一下，就一样嘛，跟我们传统摇杆是一样的哈，就比较松一点点。你在压杆子的时候也比较松一点点哈。那以我的设定，当然就是把它调到最紧。会比较符合真实空巴的手感。不过要记得不要绷太紧，不然你可能会崩牙哈。大概是这个样子，不错啦。我目前调起来看起来的手感是不错的哈。好，接下来我们调这2个要一起调，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所以说我们就一样把它锁到最紧。那这2个是 Y 轴的回弹力度的调整，把它锁到最紧。好，不要锁太紧。OK， 这样就好了。Y 轴看一下 ，OK， 还不错。有呢，可是我觉得我这样试起来 Y 轴还是有点松，所以我想要再把它调再紧一点。有 OK， 这样可以了。那现在我会用一个很粗糙的测量方式，用这个行李秤，看这个威航的，我可以来简单测一下它这个往后拉的力道的差别。当然，你用手去感觉，其实你就可以大概隐约的感觉，它会比较力道要稍微大一点点。然后用数据来呈现一下，这个就是很粗糙的检测方式，毫无科学根据。好，等一下要看的数字就是看它最高值的时候，因为它会停在最后的数值，我们要看它那个最高的数字的时候。好 ，OK， 那我先稍微放松一下。好，现在完全放松嘛，归零。好，我们拉，好到0.30，好，再一次，慢慢拉，再一次，归零，再一次，最高大概0.3、0.32嘛，在0.35上下。好，现在我们看这个，看我们的 Yosa 摇杆。最高有差嘛，大概0.6嘛，对，0.60。好，这次放松。好，再一次放松。有差嘛？这个大概就是0.35，那右边这个 Yosa 摇杆那是0.60，所以它们力道确实是有差别的。
好，那现在我已经把摇杆装上去电脑上面的，然后也在2024设定好了。那我用的外挂机是 Phoenix 的321哦，那就来实际感受一下它飞起来的手感怎么样。那曲线我目前是用它官方建议的，也可以看一下，建议的就是一条线。那我刚刚在装的时候有发现有2个我比较不喜欢的点哦。第一个点就是它这个苦力帽它就有4项，它就有上下左右，它并没有8项，像是刚刚的 Thrustmaster 的 E116M 的 FCS， 它是具有8项的苦力帽，它就有4项，所以你只能上下左右，你没办法右下右上左上左下，没有办法。那第二个就是这个钮，它其实是硬的，所以你在摇的时候其实有声音。我用手机另外再录它的声音给大家看。好，那大概它会像这个声音，会听到这个咯咯咯咯咯咯咯。好，那大概测试一下，上下左右都正常。那这个是 T 的部分，因为我没有另外的 T 了，因为我 T 的之前那个坏掉了，那我也没有再买新的。这个摇杆上的力轴，它其实行程很短，就是说你在转弯的时候其实会不好转。如果建议的话，如果你是比较 hardcore 的玩家，你可以去找那种专门有做 Tiller 的厂商，至少它的行程比较大哦，你在转弯的时候会比较好转一点。如果你把力轴当做 Tiller 来使用的话，那因为它比起以前的 FCS 稍微力道要稍微大一点点，不过我是觉得这样比较好操控。如果太轻的话，你很容易 over control。给它慢慢的来，然后因为它行程很短，所以一样操作的时候动作要稍微小一点，不能太大哈。对，空巴的 Tiller 的要求就是进弯慢，出弯快。进弯要慢慢的走进去，出弯可以快一点。这是有一个空巴教官分享给我的一个秘诀，大家可以参考看看。V1 rotate. Pass cry, get up, left check. 我觉得感觉不错刚往后带头的感觉是这个不错。其实我有段时间没有开 M 飞行，所以说我可能要稍微适应一下它的操控。到3000尺，我们来做一些基本的 maneuver 哈。我是觉得好像还是要把曲线稍微调一下，0.19，稍微有点小曲线。这是 S 轴吧？S 轴可能不用调，没关系，我都调一下了，因为这个就是我个人的习惯。大家可以依照自己的习惯去调整你的曲线值。好，我把 FT off 然后 burst on，负0.19的曲线值好一点点，就不会你一动到摇杆飞机就会移动。跟以前的摇杆真的差蛮多因为它的回弹的，它有一些缓冲功能，所以说你的手感会有点不一样。走到1.5动这感觉还不错呢。再一次left left 090。整体操作起来是真的不错。目前飞到现在，我对它的评价是蛮正面的。那现在我们来做一下 raw data 桃园的236 raw data 的 approach。那我目前操作到现在它的那个干式的 damper 让你的手感还真的是不错。还有一点，它的中间是几乎是没有一些空隙，像我刚刚的高安感，可能用久了你中间会就是他也在讲有一下啷啷感觉，就松松感觉，那它不会，它的中间是很扎实的所以你可以做更细微的操作。我可能这样点一下，飞机就有反应。飞空巴一样，用手指飞，不要去死握，不要握太紧。好 ，localize alive， 右转，左转。目前来讲，我是真的蛮喜欢它那个回弹的力道，是真的不错。
还是目前还是保持我的高评价。有段时间没有飞罗雷塔了，飞得有点歪。我等一下应该会把 Z 轴X 轴稍微调松一点，它回弹有一点点卡住的感觉。对，我可能要调松一点点就好。因为如果你太紧的话，你会卡在那个 input 上，你可能就会一直在有点带 bank 的感觉。以帕比灯为主后，因为它这个怪兽跟帕比灯有点 match 不起来。100 above. Minima. 好歪呀。100. 50, 40, 30, 20. Ret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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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urs. Reverse squeeze. 10. 好，那以上就是今天我一个小小的开枪记录，跟一些小小的飞行测试，做个基本的操作，还有做一个 rotator。总体而言，目前这个杆子我应该会使用一段时间，因为目前市面上应该个人就是评分大概可以进前3了，前3名。我目前是可以推荐大家，如果你是空巴的爱好者，是可以使用这个摇杆去做你的飞行模拟的体验。好，那我是卡尔，感谢大家观看这个影片，那下次再见，拜拜。